古代13、14岁的少女在婚姻市场最受欢迎。如果两人属于同龄成婚倒还好说，偏偏有很多有钱的老爷纳妾，皇帝选秀女都将女子年龄规定为13到14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者说13、14岁的少女能够满足古代男子某些癖好，深扒其中原因，真相令人寒心。在华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封建古代男女婚嫁的年纪都比较早。翻阅24史当中的记载，以皇帝皇后成婚为典型。后世的人发现一个让人心生疑惑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公元前192年的汉朝，张嫣成了汉惠帝的皇后，此时的她才11岁。时间往后推移，来到公元557年的隋朝，14岁的独孤伽罗成为了杨坚的妻子。公元613年的唐朝，长孙氏以13岁的年纪嫁给李世民。公元1024年，宋朝的郭氏以12岁的年纪嫁给赵祯。公元1425年，明朝才14岁的胡善祥嫁给朱瞻基。公元1665年的清朝，赫舍里氏嫁给康熙，此时她刚满14岁。当然，除了他们的婚嫁记载外，还有很多皇帝成婚都挑选的年幼的少女，年纪普遍在13到14岁。从他们的婚姻年纪可以看出，古代婚嫁都是比较早的。让人不解的是，皇帝每年会挑选大量的秀女入宫，秀女年龄普遍在13、14岁左右。即便是在民间，有钱的老爷纳妾娶妻也都会考虑13或者14岁的女孩。如果女子超过18岁，那基本上就没人要了。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的年轻公子喜欢娶同龄的13、14岁少女为妻，情有可原。但是有钱的老爷纳妾，皇帝选秀女，怎么都要13、14岁的少女呢？一共有4个原因。纵观我国华夏5000年的历史，诸位看官是否发现这样一个真相：一个王朝的统治基本上没超过300年。从秦朝开始，每次天下大乱的时候，人口都会骤减。秦朝末年、汉朝初年，人口骤降到1300万。在经历三国乱世之后，人口更是下降到了稀少的700万。唐宋元明清发生动荡的时候，人口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古人为了促进动乱后的社会发展，才会决定将结婚年龄提前。那么为什么会将娶妻生子的年龄规定在13、14岁呢？古代男人为什么总爱娶13、14岁的少女？是他们有特殊癖好吗？按照现代人25岁结婚生子的情况来看，古代一个王朝300年会有12代人。那如果将结婚年龄提前到13、14岁，那么300年时间就会有23代人，足足比现代人多出10代人左右。这样的话，古人自然是更乐意在13、14岁成婚的。与此同时，古代比较鼓励多生，人口在短时间便可以迅速的增长。由于长期规定13、14岁时成婚，男子们也就渐渐习惯娶13、14岁的少女。第二个原因是跟古人寿命有关。现在很多人的寿命都可以达到70、80甚至100岁高龄，但是在医疗条件较差、不懂保养的古代，很多人能活到60、70都相当稀奇。绝大多数人在40或者50岁便与世长辞。短短的40、50年，男子需要养活双亲，还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男子只能在13、14岁对寻找妻子，他们娶妻呢，肯定会挑选同龄的结婚对象。那么13、14岁的少女便是首选。除此之外，娶了妻子，家里面也相当于多了一份劳动力。13、14岁的妻子体力较好，可以帮助男人照顾家人，处理家务，干农活也更在行。不过呢，等到妻子怀孕，压力就给到做丈夫的这边了。第3个原因跟古代婴儿夭折、孕妇难产有关。比如清朝的顺治皇帝，他一生有8个儿子，其中有4个夭折。即便是康熙皇帝呢，在幼年时也险些死于天花。要知道，皇宫的太医其实医术是最为高明的，但皇子夭折的频率也非常之高。由此可以设想，民间妇人生下孩子夭折的几率有多高。如果面临战乱、天灾、人祸等问题，
民间的孩子能够存活下去的几率也就更小。再则，古代妇女生产没有现代仪器设备的帮助，无法进行产检或者 B 超，婴儿在母体中的情况也无从得知，妇女难产的几率也就更高了。如果是医术高明的郎中诊断，妇女生产保命的几率哪能高些？但如果是赤脚医生，全靠胡乱瞎说诊断，妇女在床榻面临极大的风险。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古代的公子迎娶13、14岁的女子，并非是他们有特殊癖好，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年龄比较大的有钱老爷为什么总喜欢娶13、14岁的少女为妾呢？其实古代有钱的人家迎娶小老婆，并不是贪图少女的年轻貌美，大多数古人普遍认为年轻女子生育能力更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认知呢？通常女子在13、14岁的时候来月事，所以他们才会断定这个年纪的女孩比其他年龄段的女子有更强的生育能力。年轻女子身体比较健康，更容易怀孕的同时，生下的孩子质量也会高很多。其次，生孩子需要发挥大量的力气，13、14岁的女孩精力充沛，生孩子相对而言更顺利一些。如果是年龄很小的女孩，她们没有来过月事，就不具备生育能力。即使来了月事，有些女孩身体瘦小，力气不够，很有可能出现难产的情况。至于年龄大的女子，她们身体机能早已衰退，生下的孩子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站在现代科学角度来看，13、14岁的少女身体还处于发育期，怀孕生下的胎儿质量很差，还会对身体造成巨大影响。但是在当时的古代，很多古人普遍都认为13、14岁的女子最好，这是他们骨子里改不掉的一种认知。而且古代人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方父母普遍希望女儿可以早些出嫁，一是减轻家庭的负担，二是嫁给一些家庭相对富裕的有钱人家做小老婆或者妻子，家里边呢也跟着沾光。不管从哪种方面来讲，受苦的都是女子。古代女子身份比较低，她们只能听从家里面的安排，服从婆家的驱使，成为一个生育的工具。就算是生于皇室的贵女，她们也逃避不了这样的命运。只有不断的繁衍子嗣，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得不说，这是封建古代背景下身为女子的一种悲哀，也是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年轻女子为给夫家繁衍后代，走鬼门关一趟后，生下的是儿子还好说，如果生下的是女儿，那么这个孩子又将陷入同母亲一样的命运。在13、14岁的年纪嫁人，也走上一条充当生育工具的道路，真是令人无比的寒心。如今是21世纪，古代封建思想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男女思想开放的同时，更加追求平等相处。现代女性少了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也不用再依附男人而活。不得不说，现代女性赶上了好时代，相信在未来，更多现代女性在独立道路上会越走越远。至于生不生孩子，也完全靠自己做主。